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我几颗 Cataseinae 这一类兰花它的一个生长状况，还有我对它们进行的一些操作。那这一大束兰花里面呢，其实有再细分为大概3种，有天鹅兰、瓢唇兰、妖精兰或妖怪兰，但是为了方便起见呢，这边我就统称它们叫做 Catasetum 类别的兰花。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总共有3颗这样的兰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第一颗。这一颗呢，其实在2019年2月底的时候，它其实那个时候刚过完冬天，那它比较大的这个茎干它都有落叶，这个是这颗兰花，这种兰花它的一个特色。那当时呢，其实它就是在长一个侧芽这个很正常。当它呢落完叶之后呢的来年春天，一般来说呢会开始长新的这个小苗，然后会从新的小苗这边呢开始长根系。但是呢，我比较不喜欢这一颗，当时状况是因为它在一个非常小的盆子里面，那在我的环境里面常常干得太快，所以这种兰花的换盆时机的掌握，比起蝴蝶兰来说呢，是比较要去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根系如果长得太长，已经长进这个旧介质里面的时候呢，它很容易会因为你换盆操作不当而伤害到根系，那个兰花它的这个新长的小苗呢，可能就会营养不良。这种兰花的生长期呢，在春夏的时候呢，它们是非常喜水的，所以水草是一个很必要的介质。那我呢，在里面还是有夹杂了一些这样子发泡炼石类的 hydrocorn。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把旧介质除掉之后，看看它的根系之外呢，也对它进行了消毒，然后也静置了24小时之后呢，才开始进行真正重新入盆的动作。那这边看到的呢，是我用的一个电烙铁，就是来为这颗兰花的一个新家的这个新的杯子16盎司的新的杯子呢，来进行钻洞。使用这种电烙铁的时候呢，旁边一定要有一块湿的，像菜瓜布或者是湿的这个卫生纸或是纸巾。原因是因为呢，它前面尖端的部分会沾黏到一些塑胶的部分，所以呢，透过这个湿的纸巾或者是湿的介质呢，你能够很快的把它擦掉，这样子能够保持你电烙铁的一个保养。那这边呢，我决定在它的底部呢钻了5个洞，加上中间总共6个洞。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呢，我一样会用内外杯交叠的方式来给我一些选择，需要它水多一点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介质半水耕，那不要的时候呢，我把外杯拿掉，就可以当作是传统的种植方式，也就是下面有洞的，能够让多余的水分从孔洞中排出。这个杯子的下面大概1/3左右的高度呢，我基本上全部都是使用水苔，然后呢，它的中间的部分呢，我就会稍微做一点混合，让它有一点这个发泡炼石，再加上一些半年左右能够慢慢的发挥作用的这个应该说肥料这样子撒在里面。一般来说，我同样一个兰花的杯子里面，我大概就是丢个10颗左右其实不需要太多，因为平时呢，我每一次都还是会再多少给一些液态肥。那这边呢，我通常会把新长的这个小苗呢朝向杯子中间，让它比较有生长的空间。也就是说，越老的球茎，我要越把它放在靠杯子或容器的边边靠近一点，这跟
你在对加德利亚兰种类的兰花进行换盆是一样的，你要把比较老的这些球茎的部分呢，尽量靠杯子容器的边缘，让新长出来的东西比较有空间生长。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颗2019年的2月初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在冒新的小芽，那一直到了4月它其实长得蛮快的。那已经换过盆的时候呢，因为它正在积极的生长，所以呢我当时从它冬眠正在就是休息放置的地方呢，移到了一个比较亮的地方。这种兰花其实它在冬眠的时候，因为没有叶子它也不太需要太多的阳光，所以我是把它放在兰花架的最下层。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呢，看到它春天这样积极生长，我就把它移到比较明亮的地方了。那随着冬眠的结束，这种兰花呢，在浇水上面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步骤，这个等一下在影片后面呢，我们也可以再来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颗在2019年2月初以及2月底它当时的一个状况。好，就是第3颗呢，其实它当时正在长2个小苗。那这边呢，是我在对第2颗、第3颗进行浸泡的一个照片，原因是因为这种它的，因为在我环境里面，它的介质干得相当的快，那你要清这个介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透过浸泡一段时间它比较好容易能够拿得出来，那介质也比较容易能够清理得干净。这个在其他兰花的换盆的步骤里面呢，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部分。那当时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好的换盆时机，是因为它新的根系呢还没有长得太长，这样子呢你在操作的时候呢比较不容易去伤害到它们。那你看到我这边其实很大胆的，就是从它之前的那些旧的根系直接就剪一半掉。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当时呢，我用我的手去捏它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这些老的根系呢，早就已经都死亡了。好，所以摸下去呢，其实它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是一层皮而已。所以我就是把它剪去一大半，那剩下的一半呢，其实就比较是有点像固定的性质，固定在新的介质里面。那我就是剪掉一半之后呢，把它一样。位置呢都是把新的小苗尽量放朝着杯子的中间，那越旧的越老的球茎我越让它靠近杯子的边缘。那这个呢就是他们都已经换好盆的一个样子，看起来还可以呢。不过呢我这边其实用的杯子当时其实是稍微偏大一点，但我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实验性质来看待因为这种兰花其实一般来说呢，盆子小一点是他们比较常被种植的一个方式，但是我没有太多那么小的盆，所以我就是看我当时有什么样的杯子我就用了它。那这边呢第3颗其实它长得最好，当时呢这个新的小苗，其实它的根系呢在3月中旬到4月初这2-3个星期之间，在我换完盆之后呢，当然随着天气日照还有温度的这个增加呢，它根系长得相当的快。你可以看到这图片里面呢，其实它的根系长已经长到介质里面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表示我当时换盆的时机够及时。因为比如说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根系长度呢，如果你要在它进行对它进行换盆的话呢，其实难度挺大的，因为你要非常的小心，否则很容易就会把这种兰花的根尖影响到。好，那到了8月的时候呢，你看到这3颗其实它们的叶子都长得非常的大片，那球茎呢也长得算 OK， 没有比之前的大，但是呢长得还算是可以接受。但我在猜测呢，是因为我给的肥料还是不够，所以它的球茎呢其实没有变得很大。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要再去对它做调整的地方。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随着它冬眠的结束呢，你的那个给水量是要渐进式的增加。为什么？因为它当时呢，它的根系还没有很多，所以它新的这个小苗呢，它根系其实它比较喜欢的是干一点的时候，它长得会比较快。我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我有
问过，那前辈是跟我说啊，这种兰花如果你一刚开始水给太多，要么不就是烂根烂球茎，要不然就是新长的这个侧芽小苗呢，它的根系就不容易长得多长得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样的经验呢？那一直到了10月这边2019年10月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接近秋天了，所以他们也开始逐渐的经过1年的成长，他们逐渐开始落叶，到最后呢也会再进行冬眠。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